Hello， 大家好，装修大佬啊！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新西兰的旧房装修，然后又碰到有墙纸的旧房啊。我们的任务呢是要把这个墙纸撕掉，然后重新做批回油漆。然后这期节目呢，借这个机会，我给大家再详细讲一下这个墙纸到底应该怎么撕，跟后续的这个工作流程是什么。一般呢，在新西兰这种老房子的墙纸分很多种啊，咱们最常见普通的墙纸是很容易把它撕掉的。但是如果这个墙纸上有2层、3层，甚至有人在墙纸上又做了油漆啊，这个时候就非常难撕掉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大家还是请专业的我们油漆队伍来进行操作啊。现在呢，我给大家说一下比较容易的，是吧？这种情况，大家可以在家 DIY 把这个墙纸撕掉，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小一下你这个油漆的费用，或者说你将来自己可以做油漆啊。然后呢，下面我给大家说的呢，这个是比较容易撕的墙纸。分这么几种情况哈。第一呢，这个墙纸呢，一般好撕的墙纸分2层，是吧？它外面是有一层外皮啊，这个墙纸的外皮，一般的外皮上呢会有这种花纹呢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外皮呢，就是上面有花纹，带这种立体凹凸的感觉，是吧？然后这层呢是很好撕的哈，大家只需要找一个铲刀或者是刀片啊之类的东西，大家只要这么一铲，是吧？你看一撕就撕掉了啊。这是比较好撕的墙纸，然后呢，咱们第一步是要把这第一层墙纸，首先要把它撕掉。咱们用这个铲刀找一个薄弱的地方，把它这么一撬，然后整体，是吧？就撕掉了。一般呢，你找这种角落的地方，是吧？一撬，它就很容易就打开了，是吧？好，第一层呢是非常容易撕掉的啊，大家只要照着这个方法，很容易就把第一层撕掉了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它里面还有一层，就是这种黄色的一层纸。这层纸呢，它是跟墙纸当时是一体的啊，它是通过这个胶粘到你现有的墙板上的。这层纸怎么把它去除呢？大家只需要往上喷水就可以，当然热水的效果可能更好一些，它更快的让这个胶溶解啊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拿了一个水壶啊，这水壶里面装的是热水，是吧？咱们只要能喷出水的东西就行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就喷，是吧？这都没气了，咱们就尽量的多喷水，是吧？你看。你一喷水啊，它的颜色立马就变了啊！而且它还会起包，多喷啊，水一定要多喷。第一次呢，你就把这水给喷彻底它，这样的话更容易就撕下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可以大面积的喷啊。当你把这面墙喷完以后呢，你回过头来再从一开始的地方接着铲。如果发现还很难铲，那你就再喷第2遍，甚至第3遍，然后你喷一些，铲一些。大家可以看这颜色马上就变了啊，甚至呢开始起包了。你看这个地方就起包了，就说明它里面的胶，这个纸跟这个墙之间脱离了。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就铲掉了啊，咱们就一定的多喷水。咱们让这个水啊在这个墙上吸收一下啊，所以停留一段时间。咱们接着往下面撕下面的墙纸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面墙呢跟刚才一样的墙纸，所以说这一面应该很好撕。但是下面呢，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墙纸，带花纹啊，带这个图案的。这一层墙纸呢就特别难撕了啊，因为这层墙纸太薄了，你是整体是撕不下来的，你只能一点点铲。如果实在铲不下来呢，大佬也没办法啊。有的人说去租机器，用这个蒸汽机，通过热量把这个墙纸给它蒸下来啊。其实这个方法呢，大佬不是很推荐啊。包括有人在上面用刀划的乱七八糟啊，让这个水更容易吃进去。这些方法呢，你是最后能把这个墙纸完全的撕掉，但是它也极大程度的破坏了你原有的墙。所以说我感觉得不偿失，你还不如直接换板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如果家里有墙纸的情况下，最贵的方法也是效果最好的方法，还是把它这个墙板直接换掉，是吧？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撕了。如果想保留这个墙的话，
只能撕墙纸。碰到这种特别难撕的墙纸哈，你没办法撕掉的情况下，千万不要破坏原有的墙，你这个代价太大了，是吧？你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旧房装修的队伍啊，他们来进行操作，或者呢，你就换板。Nice。太好撕了啊！上面勾不着，不撕了啊！厉害！这水啊，一定要多喷啊！你一喷呢，它就会变色。我们就要这个效果啊！当然，大家在喷水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小心这个电的问题啊！你要确保你把这个电闸要拉掉，咱们不要产生危险啊！安全第一啊！好了，喷完水以后呢，咱们给这个一点时间啊，让这个水呢慢慢的渗进去啊，让它吸收一下。然后咱们可以撕刚才喷过水的地方啊，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节省一下时间，是吧？就是你撕完第一层喷水，一直喷，然后回过头再撕一开始喷水的地方。现在呢，这面墙的水啊，基本上被吸收的差不多了啊。大概时间呢，可能是2、3分钟、3、4分钟的样子啊。你也不能等太长时间，你比方说你放个20分钟，它水又干了，所以你更撕不下来了。所以说这个要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啊。现在呢，我看是差不多了啊。你看，咱们很容易的这第2层，哎，就撕掉了，是吧？这画面啊，相当治愈了吧？是不是？啊，太容易了，这也是不是？哎，你不要看大佬做容易，等你做的时候又没那么容易了啊！所以说一定要认真看大佬视频啊！好了，你看 ，easy 嘛，是不是很容易啊？就撕掉了。哎呦我天哪，看见没有？哎，又中招了啊！咱们这儿又啊，这个情况，我天，里面还有2层啊！所以说这个老房子装修啊，那什么都有可能。大家可以看，刚才我已经把第2层撕掉了啊，这又多出来1层，这就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。这个底呢才是最早的墙板，第一次铺墙纸的人，他铺完以后呢，第2次，对吧？有人把这个墙纸给撕掉了，撕掉以后呢，它的底层没撕，就是说，他只把这层给撕了。底下那层就是我刚才喷水的那层，它没撕掉，接着在这个基础上又贴了新的墙纸，然后后来又有人啊，可能嫌这墙纸不好看旧了啊，又把这层墙纸给撕掉了，然后底呢又没撕，然后他又铺了1层墙纸，就是现在这个墙纸，所以说它才会出现这个状况，我撕掉1层，底层撕掉，里面还有2层，这就是问题啊。这个工地呢，就算我中招了啊！我希望大家不要碰到啊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看我又撕下来1层，是吧？当然工序是一样的啊，还是喷水，咱们就喷水。你记得，所有的纸跟胶都怕水，是吧？咱们就接着喷，一直把它撕到原有的 Jeep 的表面，是吧？基本上就是这层，就是原有的啊。我希望是啊，好像又不是，这里面还有1层，我天，啊，这里面还有1层。大家可以看啊，这里面还有1层，所以说最里面的这一层才是原有的这个 Jeep 的表面。原有的基础上，它有3层墙纸的底层加1层墙纸。哎呀，当然原理是对的啊，这方向是肯定没问题啊，你就喷水，不管有几层你就喷。啊，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这个墙纸上被人刷过油漆了啊，这个是最麻烦的啊。尤其是油性的油漆，它防水，所以你的水根本就吃不进去。这时候呢，这个墙纸基本上是撕不掉的啊。给大家2点建议哈，你只有2个办法。第一呢是把墙板一起换掉，是吧？第二呢就是找专业的油漆队伍过来啊，我们会进行处理。我们根据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，我们给出处理方案，对吧？现在呢，
这第3层呢已经很难撕掉了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水不够啊！你就接着喷水，它肯定会很容易的脱落啊。咱们自己家有墙纸的朋友呢，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做啊。其实撕墙纸挺好玩的啊，多治愈是吧？这画面，啊，多爽！好，这个地方就撕不掉了，水不够，咱们接着喷水啊。好了，通过这个视频呢，大家应该知道这墙纸应该怎么撕了啊。要点就在喷水，是吧？当然，你如果尝试了喷完水以后确实不好撕的情况下呢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真的因为不好撕啊，你就撕不掉了。这时候呢，一定要找专业的队伍来进行操作，或者呢，狠一下心，墙板全换，是吧？大佬推荐的当然是换墙板，是吧？换完以后呢，换新的 G， 因为这个 G 呀也有几十年时间了，是吧？它也比较潮，而且强度也不够，所以说换新的当然是最优的选择，当然也是价格最贵的啊。换墙板跟撕墙纸呢，肯定是换墙板的 money 要更多一点，所以说大家要考虑一下，是吧？到底你要撕墙纸还是要换板？如果论这个效果来说，最好的效果肯定是换板。换完板以后重新批灰油漆，那就跟新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啊。如果你在这个墙纸上，就算你撕的再好啊，你比方说你撕到这个效果，撕的再好，我们下一步呢要做的是油底，对吧？油性底漆做完以后呢，我们要打磨的，打磨完了再进行批灰，批完灰再打磨，是吧？然后呢再做底漆，然后再做2遍的墙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工序很多啊，而且做完的效果呢，那肯定没有换板要好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也是在尽量的把这个工作做好，但是经过这些操作呢，肯定要比你不撕墙纸直接刷油漆那个效果肯定是好很多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大家也了解一下它这个原理啊，也可以进行更好的判断你到底是进行哪一步操作。好的，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咱们就到这儿啊，欢迎关注党的视频，咱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